夫人，老夫人求见。告诉他我在忙，没有时间。他让我转告您，红枣汤的事是他一个人做的，他错了，您想怎么罚他都可以。就说我在忙。是。夫人，您就这样放过他了吗？这些年您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你？我自有安排。还有，将军在外面等了一整天，他想要见您。让他进来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母亲这样做也是希望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尽快好起来，你不要怪她。我怪不怪他，你能替我做得了主？你想怎么怪罪我都行。都行。是。谢文静，我想你请指回边关，永远别再回来。苏婉，你要这么对我？你看吧，你自己说的话根本做不到。我不会离开京城的，其他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谢文静，我们解除关系，你与我不过是一个素未谋面的死人，而我与你也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不，你是我的妻子。谢文静，你不会爱上我了吧？那凌霜怎么办呢？苏婉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以后我们好好做夫妻。你要是和我分开，不管是我休了你，还是我们和离，你和文州都不可能，不是吗？苏婉，我们这样是最好的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做我的夫人，我们生儿育女，共度一生，这是你最好的人生。谢文静，你和凌霜已经相爱多年，并且也有孩子了。我只是一个陌生人，我没有兴趣参与你们。而且你也说了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我对这些情情爱爱早没有了兴趣。那谢文州呢？我和文州共患难了这么多年，远比你和凌霜在沙场上更加凶险曲折。你抛弃我们的这10年，已经给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。苏婉，来日方长，咱们夫妻之间慢慢来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之间没得商量？你好好休息。文静哥，苏婉怎么说？我和他之间慢慢来。那谢文州呢？你真的相信那天晚上他们什么都没做？苏婉可是中了药的。那天晚上的事儿，不可能。谢文静，那谢文州的身上有苏婉的香味，他们之间根本就不清白。他看苏婉的眼神更不清白。住口，凌霜！这样的话，以后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来。这你都能容忍？你该不会是爱上他了？哎，苏婉，你别太嚣张了。凌将军是指，哼，我对你那么好，还让文静哥也对你好，你竟然不知廉耻那样对他，还和谢文州。凌霜，你一直说你跟谢文静感情深厚，一直让我跟他圆房，让我们修复好关系，你就不怕他爱上我，对你变心吗？哼，我们夫妻2人感情是不会被动摇的。苏婉，你就不怕自己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？不怕，只要我一天是他谢文静的妻子，他就会保护我，不是吗？苏婉，你可真是糊涂啊！你就不怕我把你和谢文州的事情禀报给皇上吗？哦，哼，嫂嫂和小叔子共处一夜，光是这一件事，
就足以让谢文州被百官弹劾，在朝堂上就再无一席之地了。在这京中，你和谢文州也再无立足之地。林霜，这对你没有好处。没错，我和文静哥是想家和万事兴，谢家家世繁荣，和小叔子互相扶持，共创繁荣。但我和文静哥能自己建功立业，青云直上，不是非你们不可。林霜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撇清我和谢文静的关系。你们背靠首府府，以后自然会有大好前程，除非你有更大的靠山。苏婉，难道你还想做谢文州的夫人，做一个无名无分的情人？真是够不要脸。我让谢文州把我供起来，他也会。但是你猜，他会不会帮你们呢？苏婉，你可真是天真。就凭你的身份地位，你能保证谢文州一辈子对你好？他现在可是当朝首辅，将来要娶的不是公主郡主，就是世家贵女。将来等他娶了妻，自然会将你扫地出门。林霜，我靠的从来都不是对男人的感情，男人的感情是靠不住的。你以为谢文静她就会一直爱你吗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可是凌霜，和你们不一样。你要是真这么有自信，就不会来找我说这些。哼，苏婉，你现在求我，将来我还能照顾你一二。我只是不屑与你斗争。假如我和你斗，我让谢文静让你做妾，你猜他会不会？你会后悔让你和我成为敌人。文州回来了，你去找婉婉嫂嫂了？她说你会把她供着一辈子。自然。她还说她一辈子都会纠缠你，哪怕毁掉你的名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文州，嫂嫂知道是苏婉勾引了你。她这种人为了一己私欲，不顾你的名声，她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！你敢骂她？找死！放开我！找死！放开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骂她？谢文静都死了18年了，我和嫂嫂何错之有？这些年我们一直恪己守礼，从未有过半分逾越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跟她比？你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你要是再敢说一个侮辱她的字，我拔了你舌头！告诉你，别再出现在婉婉面前，脏了她的眼。谢文州，你疯了！你要是这么认为，也可以。你就这么顾及他，不顾你的仕途了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吧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又何必对林生动手呢？可他骂你，你还在乎这些？这些年来骂我们的人还少吗？这几年可没有几个人敢当着嫂嫂的面骂嫂嫂，他们都夸嫂嫂人美心善。奸臣，多谢嫂嫂夸奖。我害怕凌霜去朝中参你一本，坏了你的好事。我这边会加快速度，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等你那边的消息。文静阁，我们进宫去禀告皇上，谢文州和苏婉有私情。反正他不肯帮我们，那他这个首辅能不能当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凌霜，你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？他都快掐死我了，他
肯定不会帮我们。谢府一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！我跟你说过，我跟太子殿下有私交，有太子殿下帮我们一定能和谢文州、苏婉撇清关系。住口！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提。谢文静，你是不是爱上了苏婉？你这是为了保护她。凌霜，你不是说你无心这些后宅之事吗？怎么现在纠缠起这些来了？这可不像你。那苏婉呢？苏婉，我相信文州的话，他们一直克己守礼，没有半分逾越。等我修复好和苏婉的关系，有他帮我们在京中定有个大好前程。这才多久？谢文静，你就真的爱上了他？为了他可以做到这种地步？苏婉，如今皇上病重，正是关键时期，你不要误了大事。苏婉说的没错，男人的感情根本靠不住。现在关键时期，我得想办法完成太子交给我的任务。等太子一登基，他谢文州也得跪在我的脚下。太子让我回首府府，是为了让我拉拢谢文州为他所用。谢文州这个油盐不进的，根本不可能拉拢，都怪苏婉这个贱人。林夫人，崔嬷嬷，你这是宫里送来的云片糕给苏夫人的。宫里送的？是皇上赏赐给二爷的。二爷不能早点回来，就差宫里人送到府中来，送给苏夫人。亲自送来的？是啊，宫里人亲自送来的，送到前院，我拿过来给夫人送过去。夫人拿就好这口。二爷每个月都得给夫人弄2份来。弄2份？是啊，一直这样？从3年前开始就这样了。皇上的赏赐，岂是他和谢文州想要就要的？老奴也不知道，但府里一直这样。二爷把皇上的赏赐送给苏婉，皇上知道吗？皇上知道呀，正是因为知道，才每个月赏2次云片糕给二爷。那这么说，皇上和苏婉也认识？认识呀，皇上很看重夫人的。早年有皇子想求娶夫人，皇上都同意了，可夫人没答应。这都是陈年旧事，大家都没有再提了。总之，皇上很赏识夫人的。皇上怎么可能赏识苏婉？老奴也不知道，但就是这样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皇上给二爷的赏赐也就特别多。但二爷每次得了赏赐，都送给了夫人，夫人那是堆都堆不下呢。难怪苏婉敢这么嚣张。林夫人，老奴把云片糕给苏夫人送过去了。等等林夫人，您还有事吗？二爷有说他为何不回来？听说皇上留他在宫中商议要事。崔嬷嬷，你打开这食盒，让我看看。不行，我是想看看这宫中的云片糕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好做给我的墨儿吃。我的墨儿从小在关外长大，吃的都是粗粮，没见过这种糕点。好吧。林夫人别碰！苏夫人不喜欢别人碰过的食物，她又尝不出来。不，她尝得出。以往下人手碰过的东西，她都不吃。怎么可能？她一介庶女出身，怎么可能尝得出来？过得这么讲究，谁惯的她？有二爷在，夫人无论想吃什么、想要什么、想做什么，二爷都能帮她实现。我们在边关出入生死，风餐露宿，她苏婉竟过得如此好。那老奴先送过去了。苏婉，你可就别怪我。你要是知道你死在了谢文州亲手送的糕点中，一定也会很痛苦吧？哼，坏女人，敢欺负我娘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
好吃的。前几日我向苏轼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今天特地来找他道歉求和的。你们等着，我去禀告夫人。你没事吧？你醒醒啊！怎么回事？是苏婉杀了我的墨儿！墨儿，我的大孙子！苏婉，是你杀了我的儿子，我要你给他偿命！你找死！是苏婉，他杀了我的孩子！你说是就是。怎么回事？林夫人和将军进来，说要向您道歉。奴婢进来禀告，我就看见小少爷死在这里。请府医了没有？我现在去请。这个云片膏是崔嬷嬷送来的，您不在，我就让她放在了书房。奴婢已经派人去打听过了，她来的路上遇到了凌霜。搜她的房。是。这云片膏有毒，小少爷吃了云片膏中毒了。大夫，快救救我儿子！快救救我儿子！夫人，发现的太晚了。我的墨儿，怎么会有毒？谁下的毒？墨儿啊，我的孙子啊，墨儿啊！苏婉，你杀了我儿子，我让你偿命！我和婉儿刚回来，膏也是皇上赏赐的，宫里人送来再送到这房间的，你再敢冤枉他一下，就是苏婉，是他毒害了我们的孩子。苏婉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手？苏婉，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？云片膏是宫里送来的，婉婉刚跟我从宫里回来，她是清白的。你们要是再敢污蔑她，我去把刑部的人叫来，以污蔑之罪告你，或者咱们去找皇上对质啊！夫人，查到了，交给府医。是。是同一种毒。凌霜，你是我朝当今唯一一个，也是第一个女将军。我承认，我的确高看过你一眼。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就是你苏婉，是你毒杀了我的儿子。是你毒害了你的儿子，你到现在还在污蔑别人吗？就是你苏婉，是你毒杀了我的儿子，再栽赃给我。这是从你房间搜出的毒药。就是你苏婉，是你毒杀了我的儿子，再栽赃给我。这是从你房间搜出的毒药。崔嬷嬷，你说，老奴在送云片膏来的时候，在院中遇到了林夫人，她说要看一下糕点，老奴就打开了食盒，她伸手摸了一下，我是摸过云片膏，我怎么会让我的墨儿来吃云片膏呢？老奴送云片膏出去的时候，遇到了小少爷在院里说，他说要教训一下苏夫人，给凌霜夫人报仇。老奴劝了几句就走了。就是你苏婉，你的院中看管那么严格，我的墨儿怎么可能进得去你的书房？谢墨已经来我们院中好几次了，守门的下人不让他进来，他自己就爬墙挖墙洞。我们院中才堵上了几个墙洞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。谢文静，你瞎了吧？谢墨身上还带着泥土，他分明就是钻墙洞进来的。要不是你天天跟谢墨说我害你、欺负你，谢墨他不会想着来找我算账。凌霜，你就这么没有担当，怎么成为第一女将军？就是你苏婉害了我的孩子。搜他的身。你干什么？是同一种毒。谢文静，
这就是你大义大气、不屑于内宅之争的好女人。毒妇，不配做默儿的母亲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我孙子！你还我孙子！母亲，谢文静，要不要我派个人去把刑部的人找过来？不必，这是我自己的家事，我自己处理。你最好管好你的人。以后凌霜要是再敢污蔑嫂嫂，我杀了她。苏婉，谢文静说她要休我，她说要休了我。凌霜，要换成是别人，你早就死了。她竟然还想休了我，和你好好过日子，还想让你生一个儿子，取代我们的默儿。别在我这发疯，滚出去！苏婉，还没完呢！我这就进宫去禀告皇上，你和谢文忠有私情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们那见不得光的关系。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，为我死去的默儿付出代价，将你们都踩在脚底下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凌霜，你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啊？你到现在都觉得你儿子的死是别人的原因吗？就是因为你，否则我也不会给你下毒，我的默儿也不会死。你还自称是当朝第一女将军，女人的表率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别给我们女人丢人。我这就进宫，向皇上禀报你和谢文忠的私情。我这就进宫。凌霜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去禀告皇上，你和你嫂嫂有私情，我看你这个首辅还怎么做！还敢败坏我们嫂嫂的名声！文忠，不要为了这种人脏了你自己的手。来人，把凌霜押回自己的房间，告诉谢文静，让她看好她的人。是夫人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去禀告皇上，我要禀告他们有私情。你安心的去吧，有我在这里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过了今晚，我就把谢文静和凌霜赶出府去，让他们再也打扰不到你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看好凌霜，打扰到你了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，谢文静？默儿她死了，她受了刺激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真的了解凌霜吗？我是识人不清，我没有想到她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，害死了我们的默儿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婉婉，我是真的想好好补偿你。这件事明天再说。婉婉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还是想要告诉你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爱上了你，我以后会做一个好丈夫，用一辈子时间来补偿你。你先出去。好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再聊。真的没有害死默儿，他是我亲生的，我身上掉下去的一块肉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？我最爱的就是他。凌霜，我看错你了，你善妒又鼠目寸光，还愚蠢。我真的是为了默儿，为了文静，为了我们这个家。好，你既然是为了文静，你先离开谢府，去寺庙里待上半年，为默儿诵经祈福。
你这是要把我赶出去？就说你愚蠢，你现在待在府里，只会让文静和大家对你更加的憎恶。你先离开谢府一段时间，等文静和婉婉感情好了，等文静成了一家之主，再把你接回来。你要让文静当一家之主？自然，他是谢家的长子，生来就是谢家的家主。他和苏婉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吗？有谢文周在，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母亲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凌霜，你不知道苏婉对文静的价值。母亲还真是为了文静好。自然，我这里还有一条通天之路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背后的人是太子，我就是依托太子殿下才当上了当朝第一女将军，在这京中立足。当真？自然。我这次回谢府就是带着太子的任务回来。什么任务？如今皇上病重，正是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机。太子让我来守府府，原本是拉拢谢文周来支持太子。太子已经是太子了，皇上病重，自然是他登基为帝。母亲有所不知，朝中还有几位皇子，尘埃未落定之前，一切都不好说。怎么会？朝中三大势力鼎立，其他两派都是太子的势力，只有谢文周这位首辅是新势力，而且他还深得皇上喜爱。太子拉拢过他几次，可他都没有臣服。竟是这样？没错，我针对苏婉，也是为了早点当家，拉拢谢文周，支持太子。哼，但我没想到他和苏婉居然有私情，哼，还闹到了这个地步。这件事情文静知道吗？我还没告诉过他，但现在看来，我和他是斗不过谢文周和苏婉的。这个家是苏婉和谢文周的，没有我和文静哥的立足之地。你不是还有太子吗？在太子没有登基之前，一切都不好说。前提是太子能顺利登基，所以我才想着要去禀告皇上，苏婉和谢文周有私情，毁了他们，我和谢文静将来必能得太子重视。未必，光凭这一点，你们扳不倒谢文周。你们回京时间短，不知道他的手段。哼，母亲，我这还有一个方法，可以让文静哥一步登天。什么办法？只要你把这个放入谢文周的房中，再放我的人出府报信，到时候文静哥就是太子的功臣心腹，他在朝中的地位就会比谢文周的首辅更高。母亲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墨儿死后，我夜不能寐，我去找文周说说话。母亲，文周今日上早朝，还没回来呢。那我去他房里坐坐。拦住他，给我搜！狗奴才，放开我！苏婉，你反了！夫人，怎么了？你的好母亲要拿着这些东西去你房里坐坐。母亲，这是凌霜给我的。石珠，去把凌霜和谢文静给我请过来。是。大哥，这是凌霜交给母亲，
让母亲放在我房中的。大哥，这是凌霜交给母亲，让母亲放在我房中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好奇，为什么凌霜会有敌国将领的信件？大哥，你知道吗？这上面还有敌国将领的婚印，都是真的，做不得假。他通敌叛国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，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从二弟的房间里搜出来的。凌将军，省点力气吧，这些事你自己去跟皇上说清楚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要陷害谢文州？你为什么要赌上谢家满门？你要置文州于死地啊？难道他就不是你亲生孩子了吗？母亲，我也想问，我已经当上了首辅，给谢家带来了无上的荣耀，还不够吗？我不相信，一个亲生母亲能贴心到如此境地。你要给文州一个解释。夫人，派到谢家祖籍打探的人回来了。这位是谢家祖籍的方姑姑，听说我们的人要打听二爷的身世，就跟着来了。谢老夫人既然这样对二爷，你答应过谢老将军会将他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。方姑姑，老夫人污蔑文州通敌叛国，要置他于死地。苏夫人，二爷，老夫人这样做是因为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样挺好。母亲，我和二弟不是亲兄弟。老夫人，就算文州不是你亲生的，是谢家的庶子，可是他对谢家功不可没，一直以来把你当亲生母亲，你不该这么对他。他是庶子，就该去死，成全我的儿子。凭什么？谢玄答应过我，他这辈子只爱我这一个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文静才5岁的时候，就从外面带了一个外世子回来，他背叛了我，他就是背叛我的证据。谢文州，我只恨我自己没有在你小的时候掐死你。老夫人，你答应过谢将军要好好待文州，视他如己出，你怎么能食言？他都背叛我了，那我为什么要遵守诺言？不能欺骗他，应付他？错了，谢老将军并没有背叛你，文州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老将军没有背叛你，文州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只是因为文州身份特殊，迫不得已，为了保护他才这样和你说的。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本来我是不打算说出来的，文州也长大了，没想到你心结这么深。那他是谁的野种？他并非野种，而是身份贵重的皇嗣，身上流着皇上的血。什么？你说谢文州是皇上的儿子？没错，他的母妃是宫中的一个嫔妃丽嫔，我便是他身边侍奉的姑姑。我家主子是一位宫女，地位低下，没有母族依靠。她怀孕之后被宫中贵妃所害，逃到宫外才捡回一条性命。她怎么就成了谢玄的儿子？我们主仆逃出宫后，就遇到谢老将军。谢老将军忠君爱国，知道主子的遭遇后就保护主子，而我家主子生下小主子后就难产去世了。方姑姑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主子不想小殿下回到宫中被人迫害，就让谢老将军将他养在宫外，让他做个普通人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，这么骗我？老夫人，我们也不想伤害你，可小主子这样的身世不这样隐瞒，只怕你早把他交出去了，他还怎么活命？你说谢文州是皇上的儿子，他就是皇子了吗？我身上有信物，二爷随我进宫，一起面见皇上，便能确定身份。这么说，他还真的是皇子。真的是我错怪老将军了，他说过他没有背叛我，他说回来了会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会是这件事情吗？母亲，他竟然是皇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心无芥蒂的嫁给我了。
二爷，老奴随您进宫去见皇上。不急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谢文周，就算你是皇子，太子也不会放过你。凌霜，原来你背后的靠山是太子。谢文静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凌霜是女将军，得太子赏识很正常。我这就去见太子。不用去了，太子不在宫中。你要是赶得及的话，说不定能在地府相见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皇上病重，说不定太子现在已经是皇上。本来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8年前，他为了夺取朝中势力，陷害忠臣，谋害忠良。凌霜，你不是很清楚吗？不会的。他怕事情暴露，见皇上病重，想先下手，被皇上发现，赐了一杯毒酒。不，这绝不可能，他可是太子。现在登基的是皇上最宠爱的皇子，七皇子。这绝不可能，太子怎么可能会输给这么年少的皇子呢？太子怎么可能会输给他？谢文周，你怎么敢参与谋权篡位，做一个乱臣贼子？好一个乱臣贼子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此事已经查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个字冤枉了凌将军。不可能，凌霜不会做这些的。哥，你不好好想一想，以凌霜她的心性和能力，能在战场上立功，成为我朝第一个女将军。当年你和父亲接到传讯，提前进攻敌军，这件事你没查过吗？太子派凌霜他们给你和父亲传假讯，让你们提前进攻，导致援军没跟上，粮草没跟上，最后战败。他便趁机夺取了兵部和户部的政权，你呢，成了替罪羊。你是说，是凌霜假传消息给老将军和文静，害他们的？没错，凌霜是太子的爪牙。竟然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！贱人，你害死了我的丈夫，害死了我的儿子！那又如何？我何错之有？这世界上本来就是成王败寇，弱肉强食。凌霜，你母亲是杨家培养出来贿赂权贵的工具，可是她用心培养你，让你摆脱了这样的命。你别跟我提他，他这种软弱卑贱之人，不值得一提。所以你一直看不起女人，轻贱女人。女人本就弱，本贱。凌霜，你比你母亲可差多了。她出身低贱，可是她努力地摆脱了那样的命运。而你呢？你说什么？5年前，我和文州替谢家翻案，是你母亲杨氏在背后帮忙，又站出来作证，她是铁骨铮铮的女英雄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凌霜，你让你母亲蒙羞了。凌霜假传军令，让数十万将士战死战场，心底要亲自审查。不，文静哥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凌霜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真蠢呐！谢文静，皇上也念你深受其害，如果你重回边关，一辈子镇守在边关，将功补过，皇上不会追究你。我儿只是被这个贱人蒙蔽了，怎么能让他一辈子待在边关？皇上会封他为3品将军，如果他再立大功，皇上会继续加封，这也是谢家满门的荣耀。母亲，我愿意去边关，我想去。把老夫人送回谢家祖宅，好好侍奉。谢文昭，你能这样对我？母亲，你应该感谢婉婉心善，一直敬你如母。要是换做别人那样对她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好了，你是不是该带方姑姑去看看皇上了？不对，
是太上皇了，晚些再去。一直觉得皇上对你很好，原来你们是亲父子，冥冥之中的缘分。是啊，我跟皇上相处久了之后，也觉得特别亲切。他必然也特别满意你这个儿子的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么优秀，他还得靠我扶持新帝。给你个礼物，嫂嫂。这是什么？赐婚圣旨。这么快就拿到了？七皇子一立下皇位，马上就给咱俩赐婚了。那首府大人还叫我嫂嫂？叫太久了，有点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皇上病重，今晚我要和方姑姑先进宫一趟。今晚回来，可以坐在婉婉房中吗？到时候再看吧。亲一下，给吗？